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平均海拔最高的国家，它因此被誉为非洲屋脊。埃塞俄比亚有着灿烂的历史，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类人猿化石就发现于埃塞俄比亚，它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祖先。埃及法老们认为埃及曾从埃塞俄比亚接受神性，埃及称埃塞俄比亚为 Punt， 其含义是上帝的土地。希腊人认为埃塞俄比亚是最早种植小麦和橄榄树的地方。埃塞俄比亚这个名字就源自古希腊语，该术语最早出现在荷马的作品中。史学家希罗多德使用这个称谓来指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当时适宜居住的地区。埃塞俄比亚已知存在的第一个政权是 DMT 王国，该王国于公元前980年左右崛起。大约公元前700年，该王国在其首都耶哈建立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由于史料的缺乏，后世对该王国的历史所知甚少。埃塞俄比亚第一个可证实的强大王国是公元1世纪的阿克苏姆王国。一些学者认为阿克苏姆王国起源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公元前300年后，由于贸易路线转向便于入海的港口地区，这为一些较小的城邦崛起创造了条件。随后的扩张战争导致内陆国家阿克苏姆逐渐控制了该地区的贸易。公元3世纪的波斯宗教人物摩尼将阿克苏姆与罗马、波斯和中国并列为当时的4大强国。有证据表明，阿克苏姆和阿拉伯半岛之间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阿克苏姆使用的文字就是在南阿拉伯盖兹语字母基础上改良而来的。相传，阿拉伯与埃塞俄比亚神话的结合，产生了阿克苏姆王朝的祖先梅尼利克一世。3世纪末，一位名字不详的阿克苏姆国王用希腊文在阿杜利斯的一块石碑上记录了阿克苏姆王国势力已从埃及南端扩张到亚丁湾。当时，埃塞俄比亚人已强大到足以击败红海上的罗马船只。到公元5世纪，阿克苏姆已成为红海地区的主导力量。公元1世纪成书的匿名希腊游记《厄利特里亚海之旅》将阿杜利斯描述为一个开放的港口。正是通过这些为贸易目的建立的社区，公元4世纪，埃塞俄比亚通过东地中海接触到了基督教。出生于叙利亚的弗鲁门提乌斯于公元356年使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皈依了基督教。在埃扎纳及其儿子卡莱布的领导下，阿克苏姆帝国国力达到顶峰，其领土从现代索马里和印度洋沿岸延伸到红海南部、阿拉伯半岛，其北部边疆与埃及、罗马接壤。在阿克苏姆王国鼎盛时期，国王埃扎纳废除了先前只有纯粹字音字母的萨贝亚拼法，实行了一套新的能标出母音的拼音方案，从而确定了当代还在使用的埃塞俄比亚文字。为了统一各部落的信仰，埃扎纳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由于阿克苏姆国势强盛，东罗马帝国为了对抗波斯，曾2次遣使阿克苏姆。570年，波斯占领也门后，阿克苏姆被赶出阿拉伯地区。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后，由于贸易路线改变，昔日生机勃勃的阿杜利斯港逐渐变得萧条。100年之后，一次神秘的灾害让阿杜利斯港被黄沙覆盖。当阿克苏姆经济实力衰落后，周围部族和小国便开始了入侵行动。其中，西部的贝甲人直接将阿克苏姆和北方基督教世界的陆上通道切断。阿克苏姆王国灭亡后，埃塞俄比亚中部拉斯塔地区的扎格维王子们将王国的首府移到他们自己管辖的地区，埃塞俄比亚的政治中心就这样逐渐转移到当代首都所在的绍阿省。大约在公元1000年，一位绰号为古迪特的犹太公主密谋杀害了扎格维王朝所有王室成员。传说在处决王室成员期间，阿克苏姆君主的婴儿继承人被一些忠实的追随者送到了舍瓦，在那里他的权威得到了承认。与此同时，古迪特统治了王国的其余部分40年，并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后代。虽然这个故事的部分内容很可能是所罗门王朝为了使其统治合法化而编造的，但在这一时期，一个非基督教的女性统治者确实征服了扎格维王朝。在所罗门王朝历史早期，埃塞俄比亚进行了扩张，这让所罗门王朝主宰了非洲之角。在十字军时期，西方编造了一个传说，在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君主祭司王约翰，同他结盟就有助于反抗伊斯兰教。这一传说把欧洲天主教徒吸引到了埃塞俄比亚。
1520年，葡萄牙大使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神父撰写了第一部关于埃塞俄比亚的记述。欧洲对此事的重视不亚于发现美洲大陆，但葡萄牙人的出现并未给埃塞俄比亚带来好处。由于埃塞俄比亚与葡萄牙结盟，奥斯曼帝国在1517年征服埃及后，对埃塞俄比亚发动了圣战。1531年的安图基亚战役和安巴塞尔战役令所罗门王朝濒临灭亡。随后，葡萄牙提供了一批火绳枪，以及由克里斯托弗·达伽马率领的远征队。1542年，400名葡萄牙火绳枪手在阿拉季湖附近打败了伊斯兰军队，但是不久之后，他们被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和阿拉伯雇佣兵击败。直到1543年，所罗门王朝在葡萄牙残军的帮助下才收复了失地。与此同时，游牧民族奥罗莫趁着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边境防御都崩溃的机会，进入了埃塞俄比亚。到1600年，奥罗莫人已在埃塞俄比亚广泛分布。在经历了圣战时代的破坏和大规模叛教之后，埃塞俄比亚教会不得不面对来自罗马天主教的危险。当时由耶稣会创始人伊纳爵·罗耀拉派来的传教士希望该国皈依罗马教会。其中最成功的是耶稣会士佩德罗·塔埃斯，他个人的权威和卓越的品质使埃塞俄比亚君主苏塞尼奥斯接受基督双重性的教义，但这却遭到地方贵族和广大民众的反对。1632年，在内战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苏斯尼约斯废除同罗马的结盟并退位。此后，由于种族、地区和宗教派系斗争，埃塞俄比亚进入了被称为王子时代的乱世。这一时期，埃塞俄比亚先后出现了23位君主，他们互相争斗，以牺牲对方的利益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土地。在南方，吉贝河流域的农业发展导致舍瓦西南部的奥罗莫国家形成，贡加人则在奥莫河西岸的凯法高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与此同时，一支自称所罗门后裔的世系在舍瓦北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地区王国。在北方，由于一些奥罗莫贵族进行伊斯兰教的宣传，而这些领袖又没有能力抵御已成为苏丹主人的埃及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因而激起埃塞俄比亚人对他们的愤慨。这位雇佣兵出身的卡萨创造了发迹的机会。到1847年，卡萨垄断了低地贸易和走私的收入，其后他击败了在王子时代发挥核心作用的拉斯王子。在击败埃塞俄比亚北部的统治者后，卡萨于1855年2月11日加冕为特沃德罗斯二世。同年晚些时候，特沃德罗斯二世向南进军，迫使舍瓦屈服。现代埃塞俄比亚的历史由此拉开帷幕。尽管特沃德罗斯执政初期尝试过社会改革，但他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驻军，沉重的赋税导致他丧失民心。其后，卡萨又剥夺了教会的土地，这些举措鼓舞了地方贵族，他们再次发动叛乱。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1862年，特沃德罗斯提出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结盟，以摧毁伊斯兰教。英国人忽略了他的计划，在没有回应的情况下，特沃德罗斯囚禁了英国使节和其他欧洲人。这一外交事件导致了1868年英印军事远征。在得到了谋求王位的叛逆王子的秘密支持后，都城马格达拉被攻陷。特沃德罗斯因不愿被捕，他选择了自尽。特沃德罗斯二世死后，约翰尼斯在英国支持下，凭借武器优势，成为300年来第一位统治从提格雷南部到古拉格的埃塞俄比亚君主。虽然他使其王国北部的权力得到尊重，但却未能阻止意大利人占领米奇瓦。与此同时，伊斯兰复兴教派马赫迪派武装洗劫了埃塞俄比亚旧都贡德尔。约翰尼斯闻讯后，率部攻入了苏丹。约翰尼斯虽于1889年在梅特马战役中打了胜仗，但他却被一颗榴弹击中。约翰尼斯死后，因他的长子已经中毒身亡，绍阿国王孟尼利克二世于是凭借其女儿的联姻关系，宣布继位为阿比西尼亚帝国的君主。其后，在外国使节的帮助下，孟尼利克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孟尼利克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他曾一度把意大利看成是上帝派来的仁慈朋友。为了消除残留的封建势力，他迫切希望从意大利获得武器装备。因此，孟尼利克同意大利政府签订了乌西阿利条约。条约的阿姆哈拉文本第17款规定，
阿比西尼亚皇帝在与其他欧洲国家交往时，可以通过意大利政府给予协助。意大利文本却写成了必须。之后，意大利公开宣布阿比西尼亚为意大利的永久保护国，并声称厄立特里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1891年4月10日，孟尼利克发表致欧洲列强书，表达了自己维护民族独立的决心。1894年7月，在收买利诱及内部颠覆都没有奏效的情况下，意大利不宣而战。1896年2月底，意大利投入17000兵力与埃塞俄比亚展开决战。孟尼利克二世运用正面进攻和侧翼包围相结合的战术，一举击溃了敌军。阿杜瓦战役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后，引起一片哗然。同年10月，意大利政府被迫与孟尼利克签订亚的斯亚贝巴条约。虽然孟尼利克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但由于他的优柔寡断，导致推行的各项改革都无力执行。埃塞俄比亚广大人民仍过着食不果腹的贫苦生活。孟尼利克晚年多病，每当病痛发作时，他总喜欢吃几页圣经。他称这样就能使自己恢复健康。1908年，身染重病的孟尼利克因中风全身瘫痪，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在1909年至1913年间，埃塞俄比亚形成了3个派别，一派是以太图皇后为中心的世俗大封建主和僧侣中的保守派人物，他们反对进行改革。第二派是代表封建地主集团中参加商业活动的一部分较进步的人士。第三派是伊斯兰教地区中对孟尼利克委派的地方总督不满的封建分子和商业资产阶级，其首领是孟尼利克的女婿拉斯米海尔。1910年发生了有利于拉斯米海尔派的宫廷政变。1913年，孟尼利克二世死后，他的外孙埃雅苏获得了王位。埃雅苏皇帝是由德国保姆带大的，自幼对德国抱有好感。1916年9月12日，英、法、意大利公使宣称，如果埃雅苏五世继续采取支持德国的做法，3国将采取军事干预手段。9月27日，陆军大臣发动政变，拥立埃雅苏的继母佐迪图为女皇，她是孟尼利克二世的私生女。佐迪图即位后，他的堂弟塔法里、马康南亲王被拥立为皇太子兼摄政王。之后，他与佐迪图女皇在改革还是守旧的问题上发生分歧。佐迪图女皇随后秘密策动前夫发动叛乱，叛乱不久就被镇压。数日后，佐迪图女皇在惊恐中病逝。之后，38岁的塔法里正式加冕称帝，他就是海尔·塞拉西一世。海尔·塞拉西称帝后，大力实施酝酿多年的改革措施。海尔·塞拉西开展的这场社会改革尚未收到显著的实际效果，就因意大利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被迫终止。由于埃塞俄比亚的顽强抵抗，到1936年初，墨索里尼将意大利军队人数激增到50万。从3月起的2个月时间里，双方连续进行了5场大战。在反抗意大利入侵的战争中，塞拉西虽然战术上有所失误，但始终不肯屈服。至1936年5月1日，意大利军队逼近埃塞俄比亚帝国首都。当天下午，塞拉西决定逃亡到日内瓦。此后，意大利将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合并为意属东非。在1936年到1941年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投资是非洲殖民史上任何一个殖民国家所无法比拟的。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英法长期对意大利的绥靖政策宣告破产。在第2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有利国际形势下，埃塞俄比亚游击队更加活跃起来。英国在此时注意到了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反法西斯力量，开始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就在同一年，塞拉西搭乘水上飞机秘密离开英国，去到马耳他、埃及，来到苏丹的喀土穆，组织了新政府，签署了光复祖国的宣言书，并印成传单，用飞机散发到埃塞俄比亚的领土上。埃塞俄比亚国内人士和流亡海外的爱国者纷纷向喀土穆集结，并组建起一支军队。在英联邦军队攻陷亚的斯亚贝巴后，英国提出将埃塞俄比亚变为自己的保护地，这遭到塞拉西断然拒绝。1945年2月，塞拉西在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会晤中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必须收复厄立特里亚。1952年，经塞拉西在联合国的游说，埃塞俄比亚与之前被英国占领后交联合国托管的厄立特里亚组成联邦，
从而争得了出海口。二战结束后，美国趁英法实力衰弱之机，开始将触角伸向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埃塞俄比亚。此后，塞拉西改变了依靠英国的政策，成为了美国在非洲的重要盟友。到60年代，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额达到美国对非洲援助总额的一半。塞拉西认为，他的国家是一个暴露于穆斯林海洋中的基督教岛屿，因此他奉行谋求安全的积极外交政策。为此，他于1963年帮助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当时，塞拉西为了安抚地方富力，加强他们对皇室的向心力，埃塞俄比亚实行了土地分封制。为了满足自身奢华的生活，塞拉西将埃塞俄比亚最大的阿多拉金矿变为他私人的财产。塞拉西甚至明文规定，皇室开支占全国预算开支的比例。当时的皇室开支达到政府对农业投资的4倍，这对农业立国的埃塞俄比亚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除了欧洲人经营的一些现代化农场以外，几乎拥有全部土地的埃塞俄比亚教会和大贵族仍然按照几千年以来的惯例向农民们收取实物地租。此外，农民还要服劳役、缴纳公路和桥梁的建筑税以及教堂税。不论按绝对产量还是按人均产量来算，埃塞俄比亚的农业规模在当时已独立的非洲国家中都排倒数第一。塞拉西的政策激起了埃塞俄比亚各阶层的不满。1960年12月，趁他出访巴西的机会，以皇家警卫队司令纽威准将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发动了政变。政变爆发后，在陆军第1师和空军的联合进攻下，叛军于12月16日被击败。1961年，塞拉西解散联邦并关闭厄立特里亚议会，这引发了长达30年的厄立特里亚独立战争。与此同时，亚的斯亚贝巴日益激进的学生运动将塞拉西与土地寡头视为人民公敌。从1972年起，埃塞俄比亚遭受特大旱灾，不久因缺水、饥饿和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30多万，城市有400多万人严重缺粮。1973年的中东石油危机使埃塞俄比亚处境雪上加霜，塞拉西对此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反而继续和贵族们沉迷在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中。1974年1月初，在南部驻防的一支卫戍部队因缺水缺粮而发生兵变，很快各地驻军纷纷起义。到2月初，斗争浪潮波及到城市，塞拉西采取了关闭大学的方法，企图镇压骚乱，结果适得其反。此时，军队作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已经崛起。1974年8月，由正规军、警察和地方部队组成的协调委员会公布了塞拉西的死讯。随后，海尔·马里亚姆中校有计划地谋杀了军事委员会中的反对派。其后，他与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发生冲突。这场战役持续到1978年。同一年，在苏联的帮助下，埃塞俄比亚将索马里军队赶出了欧加登。随后，门格斯图迅速将军队调往厄立特里亚。到1978年年底，厄立特里亚民族主义者已被赶回到纳克法周围的山区。1987年，新的议会宣布成立以门格斯图为总统的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为了供应城市和军队的粮食，门格斯图强迫农民联合会以低于市价的价格移交谷物。这项灾难性的政策导致了1984年的大饥荒。1/6的埃塞俄比亚人濒临饿死的边缘，依赖西方国家提供的粮食，埃塞俄比亚才于1985年结束了这场危机。此后，门格斯图又制定了人口迁移计划。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为被迁移的60万个农民家庭提供适当的住房、医疗或食物，直到1990年，该计划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1988年初，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开始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协调攻击，随后一系列失败和日益严重的武器短缺，迫使埃塞俄比亚政府撤离提格雷。1990年，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占领了马萨瓦，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对进入该国物资的控制。在随后举行的全民公投中，厄立特里亚投票决定完全脱离埃塞俄比亚。到1990年5月28日，门格斯图领导的政府被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推翻。1991年7月，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召开全国会议，成立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1992年，过渡政府与捐助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合作制定了一项结构调整计划。
由于没有经历结构性转变，埃塞俄比亚经济并没有出现显著增长。1994年，埃塞俄比亚再次出现饥荒，这场饥荒源于国家融合的缺乏和令人窒息的过度商业监管，并再次伴随着干旱。1995年5月，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领导人梅莱斯·泽纳维成为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3年后，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因边境冲突爆发了战争。2018年，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推举阿比·艾哈迈德为执政联盟主席。4月2日，他被众议院选举为总理，并于同日宣誓就职。阿比是第一位担任总理的奥罗莫族人，人们希望他的出任将有助于缓和该族群与政府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在任职初期，阿比对厄立特里亚进行了历史性访问，结束了两国之间的冲突状态。为表彰他结束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长达20年的战争所做的努力，阿比于201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提格雷地区的许多人认为这是对战争中死难者的背叛。2020年11月初，提格雷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敌意最终引发为暴力冲突。该地区的战斗持续了数月，导致约200万提格雷人流离失所，并引发饥荒。2022年11月2日，在非洲联盟的调停下，埃塞俄比亚政府和提格雷武装签署了和平协议。